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文吉尔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吕阳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伟老师，欢迎。当然还有我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欢迎两位。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走进我们节目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是一对二婚夫妻，能走到一起结婚生子真的很不容易。可婚后我却发现外界的舆论让我老公变得特别敏感，还有面对我家人的质疑，他也选择粗暴的方式处理，让我夹在中间更是为难。我觉得呢，我为了我们这段感情付出已经很多了，可是他呢，从来也没有给过我任何的肯定。现在呢，对我的态度也是越发的强势。我觉得他现在变得太自私了。我们各自和前一段婚姻的羁绊，也让我们之间变得互相猜疑。他总是这样不考虑我的感受，这么自私的话，让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和他怎么走下去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宋先生36岁，来自天津个体；王女士34岁，来自浙江个体。有请两位，有请。主持人好。好，主持人好，欢迎两位哈。小片里说的是再婚夫妻，怎么认识的呀？我们俩是通过一个社交软件，因为有相同的经历，我们刚认识那会儿就聊了3、4天，没日没夜的聊。我接着他说吧，就是当时呢，我就买了一张机票，我想的是他能来找我，没想到他就真的来了。你给他买了张机票？对，当时我在广州工作，他在天津，然后我就来了。来了之后呢，他带我在天津所有的景点都玩了一遍，然后吃了很多天津的特色，安排的非常的漂亮，很吸引我。那是我们五大道漂亮，是狗不理包子好吃。然后要差不多3、4天的时间，我要走了，他就跟我提。有没有想要再婚的那个意思？刚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就因为这个，我本来是要回到广州继续工作，然后呢，就马上回到了老家。我先告诉我的父母，但是我父母不同意。因为我从小性格就是比较独立的，所以不顾父母的反对，我就带了户口本又来天津找他来了。然后呢？然后我们俩就领证了。不是我这扳着手指算了一下啊，不到15天吧？差不多1个月吧。那你们这就算闪婚？闪婚。结婚到今年第几年？第3年。小片里说还有个娃是吧？然后在上一段婚姻当中，你有孩子？对，我跟我的前夫有个儿子。你呢？我有个女儿。现在是谁在？孩子跟了前夫了。前夫。您呢？对，我这边跟了我的爸妈。一开始挺幸福的但是后来一个是因为我父母反对，我们俩就买机票回我老家，他见我的父母去了。领完证之后呢，我也是很礼貌的，就是大包小包的东西去看对方的父母还有他的哥哥嫂子，然后给他们看了结婚证。可是你爸妈也好，你哥哥也好，我热脸去贴他们的冷屁股了，凭什么呢？首先他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是有礼貌，你应该在结婚之前通知他们，而不是我也是带着证，拍到他们面前，我这个女儿我带走了，带走了没问题。但是你当时吃饭的态度是什么样子呢？他哥吃整个一顿饭，看着手机，一直在玩游戏。媳妇儿都娶到家了，这还是个事儿吗？是个事儿，肯定是个事儿啊，主持人。他不搭理你是对的呀。我们要真从礼数来讲，我得提亲吧。这个你没有提亲，我是没有提亲。你是继承了事实之后去了。对，我可以选择接受你，也可以选择不接受你。那凭什么呢？国家都认可我了，对不对？国家认可了没问题，对吧？对呀。我姑娘认可了，是我姑娘认可，没问题吧？对，没错啊。我作为你岳父，我有权利不喜欢你，可不可以？可以。对，他很有。那可以。您来我家吃饭了，我给您做好饭了，我态度上面有点不好，可不可以？我心里有气，因为我觉得你不尊重我。那我也有气呀，赵老师。那是你的事儿啊，得计的是你啊！你把我闺女拐走了，我就认为是。我知道您的意思，咱就过了嘛。这人生是自己的呀，不较那个劲嘛。主要是这个，就是我也就过了，就埋了种子了。对，然后我们俩就转天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呢，差不多3个月时间，我怀孕了，我跟我妈打电话，然后我妈就急了，一激动就说。
你本来结婚就没有考虑好，你再二婚再离婚了怎么办？所以跟我讲的这个事的时候，他在旁边，我妈很激动。其实我自己还好，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她，我当时状态很好。但是她在旁边听到了，她就不行了。肚子里是我的孩子，凭什么打掉这个孩子？她对我妈，她有权利打掉这个孩子吗？但是我妈不太会普通话，就没搭理她。她自己自作主张给我哥打电话。我哥一听非常的懵，他说是我哥出的主意。那肯定是你哥出的主意啊！你们家你爸你妈你哥都是你哥在做主，你们家任何事情。冷静。那主持人我冷静不了，凭什么打掉我的孩子，对不对？这件事情就没完，知道吗？打没打？没打呀，没打不就完了吗？那我打个电话给你哥，我去跟他争论这个事情不行吗？行，我还是站在你这边了。不是，我没有。我给你哥打电话，他跟我矫情，我跟他矫情，他骂我，我骂他，对不对？凭什么赖我了这件事情？凭什么在这全说我？好，这事儿不都过去了吗？这孩子生了吗？生了。生了之后还有事儿吗？就现在我因为这个事情3年没有回家了。一开始我相信我们俩能过好，我过好了之后证明给他们看回家，他们可能也就好了。但是再加上有我哥这个事，我也回不去了。每次说要回去，等于这段婚姻跟娘家闹掰了，对吧？对。不是我没绑着你的腿，行吗？你该回你的呀，我又没牵着你，不让你回。然后你们这3年在哪儿过的呢？对，这个事情就放在心里了，我也是慢慢的再去解决。我想一步一步的总会好的吧。等时间嘛，等明年，等后年，一直在等。后来我怀孕了差不多5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决定去广州，因为还有孩子嘛，经常会因为我给孩子买东西的事情上，然后2个人就争吵。因为我有时候会给姑娘，她是闺女，给闺女买一些衣服，给儿子买一些衣服，然后她就会说，你给我闺女买的，就2件就完了，你这敷衍了事嘛。然后我给我儿子买的10多件，然后我结婚之前就告诉你，我想补足一下我心里的有点愧疚。对，愧疚。你能允许我去照看我前面的孩子，所以有时候给他买衣服，就是希望他穿得干干净净的。那你为什么不能一碗水端平呢？凭什么给你儿子就能买那么多，给我闺女就一买1件2件的？那2件多少钱？2件1000块钱，10件300块钱，能比吗？你这根本就不是重点，知道吗？你知道重点主持人在哪儿吗？本身你跟你前夫定的是1个月见1次孩子，没有问题。但是你今天买点这个，明天买点这个，后天买点这个，还有打电话联系你的前夫，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男人都没有脸，知道吗？在大众面前提出来这件事情。我看孩子肯定联系爸爸。对，你联系他，你是怎么联系的？有一次我看他手机，他给他前夫发的是感冒你好点了吗？我给你找了几款药。这么暧昧的短信，这件事情你不说出来。孩子经常生病，你知道的。孩子生病你可以问孩子，你别问你前夫好不好？因为那个时候流感，我说你别传染给孩子，买什么药买什么药。你叫孩子买药，你为什么要照顾你的前夫呢？你前夫，哎呀，你感冒好点没有？你不会问你孩子感冒好点没有？你们俩既然没有关系了，你为什么要问他呢？你问我吗？领证的时候你说的很好的，2个人要坦诚，没关系，你看孩子看孩子，我跟你一起看，他也是自己孩子，以后大了来也没关系。但是后来呢，你看我每次看孩子，你都有意见，每次都要问，那你自己呢？你自己不是跟前妻还有联系吗？那你有没有看到？你别说我怎么了？我没有事儿。你回去跟前妻做活动，你没有通知我。而且那次本来都是带着我跟孩子的，去哪都带着。后来你说孩子太小了，怕你们累着，你们别来回折腾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3天时间就回来了，不是你既然都说出来了，我是怕你们累，我真是怕你累，行不行？咱的孩子太小，你带着咱的孩子，没错吧？你跟我广州、天津2300公里的来回折腾，而且你得好好的带我儿子。那为什么到我身上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联系前夫多了呢？对吗？不是，本来就是你联系前夫多了，我联系我前夫。我们听懂了，不，咱们不喊。越吵越没边，伤感情，咱不伤感情。我觉得太偏心了，为什么每次都让他说，我不让我说呢？那我的冤处怎么办呢？不是有啥冤的呀？不是为什么就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为什么光他说呢？那我呢？你说了以后，对这个事儿，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兄弟。你是准备不跟他过了，还想跟他继续过呀？随便都随便，你看真无所谓。不是真的，我凭什么我太冤了，行吗？不是你说出来又如何呢？哪个男人能接受得了？他跟前夫还勾勾搭搭，对不对？来回暧昧的短信，对不对？所以我问你嘛，你是要继续跟他过，还是说我要出口气呀？我先得出气，我不知道过不过啊！我不知道过不过。你来这儿是为了出气的，我不是说出气的，那你还是憋着比较好。万一还要再过，这口气出了多伤人啊！没有必要嘛，我是这个意思。接着说，姑娘。还有就是我们来到广州之后，因为一起生活了，我管的钱
但是因为我平时工作比较忙，还要带孩子，然后我经常会淘宝，他就觉得，哎，为什么你管着钱了，你花钱你不告诉我，天天一堆快递，天天就为这个事情跟我闹别扭。我问点题外话好不好？大致我能摸到这个脉络怎么个意思了？你们家现在谁是主力收入人群啊？我们一起做生意之后，他跟着我做生意，但是很多他上手很快。差不多对我生意也很有帮助，很多客户都是他的，但是流水都是从我这里走。哦，你媳妇儿可以，她说话真是挺给你留体面的。我大概理解就是在财务上面两个人有冲突，是吧？对，就是谁管钱，怎么个使用方式上面有冲突。对。那从你妻子眼里是几大问题嘛？跟她娘家的冲突，对吧？然后孩子问题上的冲突。进而由孩子引起的跟前夫之间关系的这个冲突，再加上你们这个家庭财务的使用和支配方式上的冲突，是4大冲突，对吧？还有一点，您说。还有一点，因为他来广州了没有朋友，我也考虑到了，然后又帮我打点生意了，我就想带他多见见我的朋友，快速的融入这个圈子。但是呢，跟我朋友每次聚完会之后，心里又不开心。不知道闹的什么别扭。到了广州之后，我放弃了，就暂时的也是放弃了我天津的工作也好，放弃了我天津的事业也好，朋友也好。我到了广州，我真的人生地不熟。他让我见他的朋友，见他的朋友没有问题，我也跟着去，对吧？是吃饭也好，唱歌也好，都没有问题。他们私底下就说他们的家乡话了，温州话，对吧？是或者说粤语，我一句我也听不懂。然后呢，他们说着还窃窃私语，眼睛还看着我，那我受得了吗？那肯定跟他前夫去比较。你在推测哈。是，那肯定是这么说的，那不用推测，用大脚豆都想不出来。你看他总是在推测，我哥那件事情也在想象是别人的责任。那你哥肯定你向着你哥，你不会向着我呀，对不对？那是你的至亲呢。我不向着你，我现在还跟你好好的走下去，孩子都这么大了，你从来不了解我的心。哎，那赵老师，还有就是。他打算就是说让我爸妈还有我女儿一起到广州生活，看似是他特别好心，对不对？其实满不是，3个我都脑子都转不过他一个，我也是嘴也笨，然后脑子也笨。他想让我爸妈跟女儿过去，其实呢他的私心就是让我爸妈给他带我们现在的孩子去。那爷爷奶奶也是亲奶奶，也可以带呀，而且那你爸妈怎么不去呢？对吧？你跟我爸妈现在是什么的状态，你不知道吗？你积极配合了吗？那你的爸妈也是亲姥姥、亲姥爷呀，对吗？外公外婆也是亲的呀，那也没错啊。凭什么叫我爸妈去？我爸妈也60多了，行吗？你让他们人生地不熟到广州，我都适应不了，他们能适应吗？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不至于让他们来了广州之后走不了了，寒暑假还是可以回去的。而且我们也说了，他们来了之后。要是带2个孩子太累了，我们可以请一个保姆帮忙照看。你别说的这么好听，我还是那句话，你叫你爸妈过来没有问题。在家里不放心。我请2保姆行吗？我努力了半天，我所有挣的钱，我有1分钱吗？手底下，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我有1分钱吗？钱就放在手机里面，我手机设密码他都知道，而且银行卡密码也知道。我觉得我很透明，他总是猜忌我把钱怎么了？那赵老师，我买个菜，你在家买菜，赵老师，如果你下班去买菜，你买个红萝卜，你买盒烟的话，你用跟你老婆报备吗？我每件事都得跟你报备，好不好？然后我手里就有200块钱的流动资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呗。嗨，在你这就是不，这问题很好解决嘛，就是花点钱给他不就完了吗？他不给呀。为啥呀？之前说了，因为我说要不每次他转钱给我的时候，我说你留400、500，他说不用。哎呦，我可不敢，200都大发雷霆了，200天都塌了，我还留400、500，我可不敢，我害怕。这赵老师别让他给我留多了，我害怕，我真不敢，我真的不敢。其实也不是200、500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觉得。都在我手里了，我不知道他想什么了。其实我觉得我很透明，我都花家里了。你知道他想什么？你也知道他想什么。而且我很努力，买了房要按揭，还要社保，还要打点我们的公司。我觉得我把所有挣的，还有我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家里面了。只是多一点点时间，我有时候会看一下孩子。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很过不去，我都不知道他有时候想的是什么。就是你先生属于那种情绪不太稳定的男人吧？对他有时候突然就是激动呗，突然冤枉我的时候，真的我就很委屈，我怎么办呢？我问问啊，就是后悔嫁给他吗？没有后悔，也没有资本后悔。啊，这个没有资本后悔是什么意思？因为
我当时领证的时候，我就很清楚，我已经赌了我全部，包括我的亲人，还有我的后半辈子。我觉得我不能输，一定不能输。而且他也告诉我，我不会让你输的。我也同样告诉他，因为都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可能前一段婚姻离婚了，会对当时不知道，离完婚知道，会对双方的家人还有亲戚父母孩子造成不可磨灭的伤害。你离婚之后多久你们俩在一起的呀？差不多1年吧。所以你媳妇儿的苦是什么呢？我看重的是这个男人，对于别人我都不看重，但是恰恰我最看重这个男人，怎么不能理解我的苦？这是他的苦。你说你的苦，好几个方面。对孩子方面，我觉得3个孩子凭什么不一碗水端平？因为一碗水端不平啊。那端不平，凭什么呢？端不平，那别凭什么？很简单呀，你闺女是你的闺女，对吧？对，你儿子是你儿子，是吧？那凭什么爷爷奶奶能带闺女不能带儿子呢？对。所以这一碗水怎么端得平呢？你这不说的都是气话吗？我们不是说客观上面大家愿意一碗水端平，但是客观上面真的端不平。对，就端不平。所以说端不平有什么？你做爹的你多去做一点嘛，就完了吗？这事儿你非要较这个真儿？那我可以对我的儿子、对我的闺女多做一点，没有问题。我对他的孩子也可以当个孩子，就没问题啊，没问题啊。但是我要少对他的孩子有一点不公平，他就该说了。所以你们可以调整方案嘛。那怎么调整？没法调整，就是这样。不是客观这事儿摆在这儿了吗？对不对？就是你现在有一个现实，通过你们俩的接触，你们俩发现一碗水端平这件事儿有点不太现实。那他的儿子已经不归他的抚养权了，对不对？那是他儿子。对，但是那是他的抚养权的肉。那你不能这么说，你给他老公养儿子，你心里舒服啊？我肯定不会的，不舒服啊，对，肯定不舒服。你给他前妻养闺女，你心里舒服啊？肯定也不舒服吗？那不舒服就能做到什么样就做到什么样，彼此不挑理不就完了吗？你别挑他的理，他别挑你的理，你们俩这事儿不就过了吗？对吧？这个容易解决。对，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钱方面，对吧？我既然都行，我知道了，跟你到了广州了，全懂了。我替他说一句话啊，你让一天津孩子到外地，特别是在这儿还有孩子，父母还在这儿呢，就这件事儿对于天津孩子来说，已经是一特别特别大的事儿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天津卫的姑娘是不外嫁的，天津卫的小子除了特别的情况，就像他这种儿子闺女都有的，爹妈还帮着看闺女的，他能跟你去广州，这事儿对他来说已经做出了天大的付出了。他跟你们那温州文化又不一样，我倒觉得天大的事儿是你跟他父母的事儿，其他的事儿都是小事儿。对，跟他父母恰恰那件事儿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修复的，因为你们错过了特别好的修复机会。就这段婚姻里面，你看你情绪平静下来了，那感觉这婚姻还挺好的。你一上头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所以一直问你目的是什么？您的目的应该是想方设法的让这个日子过好，对吧？不是想让它拆了，是吧？是怎么把这些坑都给填平了？那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从整场听下来，我其实没有听到王女士在处理你丈夫和你的父母之间的关系里面的正向的引导。我既没有听到你对于你丈夫做出这段关系的这个努力的肯定，我也没有听到说你为你的丈夫在你的父母面前为他去做的努力。但是唯一能够让他们清晰认知到他好的只有你。而且你不顾一切的去跟人家结婚了，你没有征求你父母同意，难道你没有责任吗？这是你们俩一起闯的祸啊！你让他全部都背锅，这对吗？你们俩生孩子你情我愿的事情，怎么让你们家所有人把怨气发在他身上？他现在在这里嘎嘎一顿嚎，为啥呀？他没信心啊，他没自信啊，他不敢确认你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坚定的爱着他，选择他，想要坚定的走下去。那第二点还有一个就是，姐，咱就说。怎么就能只给人200块钱呢？他也是为了你们俩的事业共同做了努力的，对吧？你们俩现在是属于夫妻事业吧？是。那他作为合伙人来说的话，他是不是都得拿工资啊？
你让他只在这200块钱的活动范围内活动，那他的认知、他的情感，他能提高吗？他能得到释放吗？我觉得你们2个其实从情感上来说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我要替女生说一个事情，就是她已经34岁了，她的父母的年纪可能60、70岁了，你想要去改变老人的观点，我觉得这个事情基本上可以放弃掉。你其实更多的只要在意你的老婆怎么想就好了，因为未来的日子是你们2个人过。然后其实刚刚女生有一个话，我作为女生来说啊，我其实是能理解的，就是她说她给你的女儿买衣服买的什么都是1000多块钱的，然后她给她自己的小孩买的可能10件衣服可能才300块钱。因为其实她自己是女生，就是她就知道说啊，可能女儿她在心里女儿要富养，并不是代表说在她的心里说对你的孩子和她的孩子不太一样。明白。因为孩子在你们俩心里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对，说完了。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那么短的时间之内领证结婚，他是自己拿主意，父母不同意，你爸妈同意吗？我爸妈不同意，我把户口本偷出来了。然后呢，你爸妈原谅你了？这生米煮成熟饭了，你说还骂死我吗？骂过你吗？肯定呀。所以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句，说对于天津的孩子而言呢，家这个概念特别特别的重要。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啊，你为什么会对他的父母有那么大的情绪？首先，你这桩婚姻在你爸爸妈妈那儿，你是偷出户口本的，对，你的感觉不是顺利的，不被祝福的。是的。他爸妈表现的就是更不是祝福你的婚姻了。对，2个家庭对于你来说都不是一个支持的态度。那么你对于家的那种安全感的诉求和依赖的那种感觉，你是得不到满足的。到他这儿是背水一战，他要但凡再让你觉得这个家庭当中没有这种被尊重的感觉，或者不在意你的感受，你肯定炸。所以你的那个上头的那个情绪啊，我就能理解了。但是你知道吗？往往一个家庭当中啊，就你那么歇斯底里的状况，你特别没有力量，你连200块钱都得跟人家申报。所以他特别稳定说话的那个情绪，往往是在这个家庭当中是最有力量的那一个。男人成家立业呀，你已经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再到一次婚姻当中，你首先要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你先要独立起来，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个，你就算不是顶梁柱吧，你也是要那个和他并肩站在一起的人。这个独立不是他给你的，是你在自己的心里得先想明白的。你总要的那个一碗水端平，其实真正是你觉得到你这儿没有被一碗水端平。再婚家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再婚的家庭当成头婚的家庭去过、去要求，因为你的关系太复杂了，他不可能在所有的孩子当中一碗水端平的。我就问你，现在这个孩子，你们共同的孩子你在养，对，你自己的闺女、前妻的闺女，你为什么不养？要放在你爸你妈那儿？你这一碗水，你自己的孩子你也没端平啊！我不就为了让他好受点吗？不是。我觉得以他的这种情绪的状态，他完全能够去接受你这个孩子到身边来，能接受吗？对，我他能给你的女儿花1000多块钱去买衣服。说句实话，这真是富养。其实我觉得在你们家庭当中存在着一个在财务管理上的误区。从你的角度可能更宏观，你觉得我要掌握整个家庭当中的大权，让整个家庭越来越好，你不必承担成这个样子，因为你没有能量带动起这么复杂的一辆马车。在你们的这个家庭当中，本来就应该财务相对独立的情况之下，还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财务投入。比如说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积蓄，是用来小家庭和现在这种关系共同往前推进的。但是你要各自有相对独立的这种 AA 制，他的孩子由他去支出，你支出了算你情分到了，不要看成是他的义务。各自的问题各自解决，你们才能有情绪回到现在的婚姻里。你们要面对的事情只有现在这一点儿，不要跨到别人的以前的生活当中，这就越界了。一旦越了界，你就越来越发现你没有人懂了。对吧？对，我就说到这儿。我觉得你们2个还是挺有智慧的人，真的是2婚都选择了一个其实挺适合自己的伴侣。咱们老说这个要活在当下啊，但是活在当下，先生包括妻子，不是只盯着当下咱俩这点矛盾哦。活在当下是把当下放大了去看一看你们整个现在所处的环境。
是不是俩人又生了一个儿子？对，儿子挺好的吧？好，对，身体健康，能吃能玩，对不对？对。闺女是不是爷爷奶奶带的挺好的？对，好。儿子是不是在前夫那儿也没受委屈？对。俩人生意是不是越做越好？广州也买了房子了。对。咱生活整个当下的状态是不是挺好的呀？既然我们大方向是好的，咱们再看看你们生活中的细节哪里出了问题。男生，我觉得你找他找的没错，你其实是一个有小聪明、有勇气，敢为了认识没几天的这个老婆，咱就天津啥也不要了，就奔广州去游泳，对吧？对。有谋吗？啊，小伙子。没谋。你可真没谋，他可有谋了。对，你老婆是个有谋略、会布局的人。你不就得找这么一个老婆吗？你把你那点聪明才智贡献出来，他给你布局好了，咱把空都填好了，日子不就能过好吗？是。但是呢，你不听人家的布局呀。既然你选择了奔他去了吗？你那么较真儿干嘛呀？我们再婚家庭就是取长补短，你的短板真的是大方面很多东西是没有那个像你老婆一样的稳定的状态的，对不对？对。那我们就去调整。那毕竟你一个男人啊，30多岁，你们有3个孩子，你这么一点火就着的日子，你就算是在你们的小家庭当中，能给你现在的儿子带来什么好的教育环境？这没有，这样不好。所以呀，你要学会的是，我们去包容，去跳出当下的小细节来看待问题。大方向是好的，我相信你老婆，如果你们俩过好了，用不了几年，姥姥姥爷、外公外婆一定接受你们的生活，一起磨合吧，慢慢来，不着急。徐总，口袋里面连100块钱都没有的男人，先说一下感受。我就可开心了。你是真开心啊？我是真开心，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从来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吃饭从来不买单。下回我来。好吧，我得吃你的啊！你看，我们愿意，你吃我们的。哎，我愿意示弱。对，真正能做到示弱，才真正内心是有自信、有力量的。你就怕，你是生怕别人看不起你，你生怕自己的价值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对，你特别要面子。你就这张嘴，那男人嘛，能不要面子吗？不是，哎，不是，你嚷嚷出来了，你就有面子吗？你在舞台上张牙舞爪的，哎，听不听我说？怎么着？那就这样，那你有面子吗？你反而把自己的底儿啊，全都给人看了。没有城府，而且呢，情绪不稳定。情绪这事儿重要吗？哎，如果成熟的人觉得，哎呀，这小伙子就是这个不成熟幼稚，没事，别跟那般见识。但是，夫妻婚姻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情绪。如果你总是这种情绪对抗，他再成熟，他再觉得爱你，但他也会受到伤害的，这是在消耗。你别忘了，你每一次发脾气，就相当于啊，你们情感有一个银行，你对他的好，之前所有的好都往里存钱，但是消耗就在取钱，你近期全在取钱，穷了，因为200多嘛，哎呀，你没200，都负着，欠债了，所以赶紧往回还。但是你很多东西啊，因为你的情绪导致你不明智。但凡情绪不稳定，你要了解它，它有2个特点。他说很多的话，做很多的事情，他是没有目的性的。他可能冲你发了脾气，说了狠话，其实他的心不是这样的。他为了发泄而发泄，因为他着急啊。第二一个，人际关系啊很容易搞砸。对，因为他的冲动。所以说，如此来看，你的父母过来带孩子，远远是比他的父母过来带孩子要好得多。可你不明智啊，你非较劲呐，你最后较劲，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较劲。他没什么问题，一心一意的对你，跟着你来到了异地，我觉得他甚至于，我觉得他的付出比你多，但他就那张嘴啊，给他减分了，但他实际付出比你多得多。记住这一点，这就是爱。最关键的，我认为赵老师说对，就是跟父母的关系。你为什么不去做工作呢？3年不回去，你到底是挑事儿呢，还是做和事佬呢？对不对？你懂点事儿啊，是吧？你比他懂事儿，虽然你比他小2岁，是不是？对。你跟他3年不回去，这不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吗？就这。来吧，你们听听广电帮帮团的老师们有什么意见？再婚夫妻很多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结合，但你们呢，就是不顾父母反对，为爱奔赴。其实我还挺感动的。你们可能高估了自己的这个能力啊，但是
别较真儿，真的别较真儿。我觉得他做的挺好的，就是他在默默的为你的孩子去付出爱，然后我觉得时间久了，父母都是能看得到的。所以你这方面向他学习一下，人家的父母、人家的家属、亲人都能看得到。你别跟他较劲，你们本来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何必再伤你们之间的感情呢？我还是祝福你们，我觉得你们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吧？你好好跟你媳妇儿学学啊，人家是不在乎过程的，人家永远只要一个结果。其实也没啥，我觉得就珍惜眼下吧。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老公，一开始真的是因为爱情，你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第一个想要用力去爱的人，所以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不顾社会舆论的压力，还有那么多孩子，我跟你领证、结婚、生孩子，开始很幸福。我也知道你很好，你有些东西能引导我，但是被生活磨的，你有时候就像老师们说的，脾气一点就着，我接受不了，我也会受伤的。所以我不知道后面怎么跟你走下去。其实你也别每次吵架的时候就拿孩子说事儿也好，离婚说事也好，对不对？因为我也真的像我这样，我奔你到广州去了，我也做得很到位了，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难，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再因为有个孩子不跟你离婚，不能说是因为有个孩子就不离婚了，怎么样？其实我也过够了，但是呢，话痨，顺着接一句话不就行了吗？我回家害怕。啥？怕啥呀？我怕听完你们的之后回家全都我错了。这个没有对错呀，这哪有输赢？而且以后行，我不说了，我话多，谢谢两位，请回。我最后一句必须得说，对不？那我以后我都听他的，那回家之后以后所有的事情这都是我错了。不是小伙子这么着，如果回家实行1个月不行，再来啊！对，欢迎你返场啊！回，快去吧，回。哎呀，真是啊，做了10几年爱宝，第一次见到让回去不回去的还要说话。我真是觉得，就是以他的人生经历，30多岁还这样，你说他的父母得呵护他到什么程度？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预测一下吧，什么结果？双出，肯定是双出。男不出，女出。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来，请亮灯啊！非礼勿视啊，非礼勿视。哎，谢谢两位，请回啊！谢谢，请回。感谢各位老师，加油！感谢张老师。哎，感谢我啥？快回吧，你又不愿意听，对吧？他想明白了，我不听他的话，我就堵他的嘴。没有，张老师愿意听，谢谢大家，谢谢张老师。来，请回。祝你们幸福啊！哎，希望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希望那3个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快乐健康的成长。